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双方联合演习了超过20个实战科目，其中重头戏的联合反潜演习比起往年含金量更为提高，双方都派出了先进的主力装备。军事记者也从南昌舰的甲板上直击科目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联演结束后，中俄舰队并没有举行分航仪式，而是编队穿越金青海峡，从日本海进入太平洋。观察指出，这或许是中俄两国海军首次联合战略巡航，这对外界释放出什么重磅信号？来看报道。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已经于周日圆满结束。曾应邀采访过中俄海上联合2018联合军事演习的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吴卫表示，本届演习十分特殊。我是2018年去的这个中俄海上联演，我记得很清楚，当中方编队抵达这个海参崴的时候，得到一个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的开幕仪式是在岸上，也就是俄罗斯海军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举行的。那么今年这一届开幕式是在双方各自编队的指挥舰上，在海上进行的，在疫情的一个状况下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安排。在疫情的情况下，中俄两军依然保持了高频次、大兵种、大规模的这样一种联合演习，展现中俄新时代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含金量。有日本网友拍摄到，周一中俄10艘舰艇组成的编队首次成编队同时通过日本金青海峡。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课题，因此共同穿越金青海峡并不令人意外。军事专家、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指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课题安排，也说明中俄两国海军演习的性质是防御性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金青海峡位于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岛之间，以本州侧的金青半岛而得名。东西长130千米，水深最大达450米，最小约140米，最窄处约18.7千米，是联系日本海与北太平洋的重要航道。日本海和北太平洋都是公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连接两片公海的金青海峡的中央水域属于公海，外国船只可以通行。中俄编队穿越该海峡完全合法。日方称，这是中俄编队首次一同穿越金青海峡。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编队首次过航金青海峡是在2017年1月5号，同年7月17号，中国海警2艘公务船过航该海峡。周一晚上，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通报称，周一上午8时，在北海道奥尻岛西南的日本海发现正在向东航行的中俄海军编队。中午时分，中俄编队通过金青海峡向北太平洋航行。编队由10艘舰艇组成，中俄各5艘。其中，中国海军舰艇分别是055型南昌号导弹驱逐舰、052D 型昆明号导弹驱逐舰、054A 型滨州号、柳州号导弹护卫舰和东平湖号综合补给舰。俄方舰艇分别为1155型大型反潜舰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1914.1型电子侦察船克雷洛夫元帅号、20380型轻型护卫舰响亮号，以及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齐登扎波夫号。有观察指出，中俄10舰编队在结束联合演习后一同穿越金青海峡，显示中俄首次举行联合战略巡航。中俄海上联演一般来说，结束之后会有个海上的分航仪式，由俄方编队在海上护送中方编队前出到日本海，驶出彼得大帝湾之后呢，双方各自鸣笛各自挥手致意，然后打出信号旗帜，说友谊地久天长，下次再见，很形象的分道扬镳，各自回到各自的母港。但是这一次很明显，双方参演编队在演习结束之后，仍然以组成联合编队的形式，通过这个金青海峡前出到了太平洋海域。我相信这一定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根据目前已知的路线来看，巡航绕日本列岛一周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充分体现出中俄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具有高度的政治和军事互信。值得指出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13演习时，中方7艘参演军舰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演习结束后，部分军舰过航中国海峡进入太平洋，再穿越宫古海峡返回东海。那次是中国军舰首次绕日本列岛航行一周，当时日本防卫省表示高度关注。
有军事观察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集结了日本、澳大利亚等同盟，加大了对亚太事务的干涉力度，成为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事实上，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的第2天，美国海军驱逐舰查菲号就闯入这次演习的炮火射击禁航水域。对于各种状况，作为地区大国，中俄两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应对措施，提升战略合作层次，提升两军联演联训的广度和深度。外界注意到，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随后，中俄于2019年和2020年实现了首次和第2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这表明中俄空中战略已经机制化，实现常态化。而中俄空中战略巡航也是在日本海和东海方向。这一次中俄海上联演充分体现了双方对某一个战略方向上，共同承担稳定调节器的角色，捍卫和平的角色。我们知道，前不久日本跟美国进行了 F-35这个 B 的这个隐身战机的互降实验。日本国家它明显的是把它的最新锐的武器布置在日本沿岸，隔着日本海跟俄罗斯相望。其实俄罗斯在远东方向上是有战略压力的。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与日本前不久在台海、南海方向上释放了相应的一些信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俄之间有一种背靠背的一种默契，在各自关注的战略方向上给予对方坚定的支持。分析认为，中俄海空都实现战略巡航，这表明这片海空域是中俄共同关注的战略方向，意在维护该地区的稳定态势。俄罗斯军事观察家维克多·利托夫金高度肯定中俄两军联合巡航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这表明如果国际局势严重恶化，中俄将共同应对。他还提醒，不要忘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事务处理平台上，中俄立场基本一致。今年7月11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招待会的致辞中就强调，中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这从本次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的安排上也能得到印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透露，这次的演习科目超过20个，强度高，实战性强。反潜是世界各国海军公认的难题，它对水下探测、探索定位、火力打击等体系能力建设有着很高要求。解放军报报道称，当地时间10月16号至17号举行的跨昼夜反潜演练是历年中俄海上联演的重头戏，但今年两军投入多型主战装备，含金量更高。这里是南昌舰的起降甲板，今天的风浪很大，阿火7公路的反潜直升机马上就要起飞，前往预定海域进行搜索。除了南昌舰之外呢，舰队里的其他驱逐舰也将派出直升机。今天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新良好的水下潜艇。那么一场围猎、深海拒杀的大战马上开始。我们最难判断的就是海上天气，因为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突变性，再一个就是海况大的时候我们造舰的条件要求比较高了，这个对我们驾驶术会有很高的难度。这次联合反潜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中俄双方动用了包括舰艇、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和舰载直升机在内的多种新型装备平台，重点演练映照反潜和潜艇机动摆脱能力。声呐加强，右舷上面观察警戒。现在编队已经变为搜潜队形，声呐兵正在布放拖曳声呐对水下进行探测。那此外呢，舰和声呐也将同时展开搜索。联合反潜互为攻防对象，涉及到海军核心的作战能力，那这也体现了中俄两国海军高度的互信。那么这次演练呢，是昼夜连贯实施，并进行现场复盘。应该说，科目的对抗性和实战化程度呢都比较高，对部队在远海、陌生海域、复杂海况条件下随行任务能力呢是一次全面的锤炼提升。新华社还透露，此次演习中，中方固定翼反潜巡逻机首次过境俄罗斯领空。观察指出，防空反潜等演练科目需要双方相互开放舰艇等，这种演习只能在战略互信程度比较高的两军之间进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中俄海军10舰编队周一通过金青海峡进入了太平洋，那么您对于日本官方反应是如何看的呢？这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
虽然日本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12海里的距离画了自己的领海线，但出于战略考虑，特别是驻日美军的需要，77年推出并在96年完善的领海法里，明确了包括京津在内的多条海峡放弃12海里的领海，日本的领海基线只向外延伸3海里，中间部分则是国际航道。按照公约的要求，各国船只有权通过他国领海，但应遵守无害通过原则。如果是宽度小于24海里的国际水道，比方说京津，别国船只更享有过境通过权，比无害通过的约束更少。特别是潜艇完全可根据需要前行穿越，无需明示身份。从中俄舰艇的航渡情况看，舰队多数时间是呈单纵队连贯通过，完全符合相关规定，日本人也找不出理由来反对。其次呢，中俄海军演习的性质是防御的，与日本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拉邦结派的结盟演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年，日本在四方安全会议的框架下，不断拓宽海外用兵的限制，特别是刻意模糊所谓灰色地带、存亡危机事态等等概念，放宽对外用兵的条件。比方说，在我们的家门口保护美舰、补给美舰，再就是实现与澳大利亚、印度海军的互操作，名为维护印太开放，实为带有强烈的对华遏制气息。更微妙的是，日本进一步同美国捆绑军事关系，驻日美军更加自由地使用日本的港口码头，进行干扰中国台海、南海，还有俄罗斯远东水域的活动。你瞧，最近穿越台湾海峡以及抵近日本海中俄演习水域侦察的多艘美舰，就来自日本的横须贺。而日本呢，也多次在台湾问题上发出对华杂音，在日俄争议领土问题上对俄叫板。面对这种越来越离谱的挑衅，特别是在日本反复篡改二战历史、不肯承认侵略史实的当下，您说中俄两个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该怎么办？当然不能熟视无睹。这次海上联合演习就证明了两国携手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能力，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